Hello， 各位看官，这里是楚掌柜的小茶馆。今天给大家干出来的漫画是来自于江户川乱步的短篇小说《花押字》，故事正式开始。36岁的西原最近失业了，因为他性格懒散，做事三心二意，所以导致数个工作都干不长久，最终成了这种落魄下场。而又因为受不了在鸽子笼般的家里和妻子拌嘴吵架，所以他经常散步到附近的浅草公园消磨时光。在公园的西南角有一处静谧的树林，一群和西原状况相同的落魄汉三三两两汇聚其中，把仅有的几张破旧长椅占得满满当当，那沉郁的模样简直和阴暗的树林融为一体了。今日西原早早占了位置，茫然地坐在椅子上发呆。这时，一个衣着并不寒酸的年轻人缓步走入了树林。他左右望了望，最终选择在西原身边的空位坐下。或许是相较于其他人，西原的衣着勉强得体，面相也比较随和吧。这年轻人坐下后，便自顾自点燃了香烟，勾得因为囊中羞涩而被迫戒烟的西原心痒难耐。忽然，年轻人又抽出了一根，递给了西原。要来一根吗？西原根本没犹豫，立刻道了声谢，便畅快地抽了起来。而那年轻人沉默了片刻后，竟又再次开口询问：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西原闻言，仔细打量着年轻人的面孔，随后摇头道：认错人了吧？我没见过你。没想到对方继续有些难以置信地打量着自己，这情况让西原的心里升起了些警惕之心，却又不禁反问：难不成你在哪里见过我？怪了，我也记不太清了，就是感觉对你的脸有印象。或许是因为闲着无聊，西原也来了些兴趣，于是便问对方：你认识那人叫什么名字？年轻人挠着头，似乎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随后两人便互通了姓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西原便和这位素未谋面名叫田中的年轻人展开了一场略有些荒唐的谈话，反正就当作是打发时间了。聊着聊着，我看你都有些面熟了。对嘛，没准咱们真有过一面之缘。或许吧。那先说说你老家是哪里的？三重县，我是第一次来东京，待了还不到1个月呢。哦，那我们就是在1个月内在东京的什么地方碰到过？不，我对你的印象绝不是1个月内，可能是几年前，或者是你年轻的时候。那奇了怪了，你老家三重县我不熟悉，而且打记事起我就几乎没离开过东京。两人就在林中对比着各自记忆中的琐碎细节，结果竟然是毫无重叠之处。最后这如无头苍蝇般的印证，当然探究不出任何真相来。可西原田中二人却都在交谈之中感觉和对方意气相投，于是乎两人的话题越来越多，田中更是大方地请西原到池塘边的咖啡馆边喝边聊。不论从前到底如何，至少此刻两人成为了难得的好友。到了分别时，他们还互相留了地址，并约定时常去对方家中做客。如果说此事就到此为止了，那这故事似乎也没什么好讲的了。事情的转变发生在1周后。这天，西原一如既往闲得发慌，于是便出门前往田中的出租屋里拜访。抵达时已经快黄昏了，却正好撞见了一脸兴奋的田中。刚一见到西原，他便迫不及待地问：我终于想起来了，咱俩从前确实没见过，但有个人你肯定认识，你还记得橙子吗？田中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西原一跳，但是听到橙子这个名字后，困扰多日的谜团似乎逐渐地解开了。我的确认识他，说起来也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还在上高中呢。原来在高中时期，西原就对橙子印象深刻，他如今的妻子还是和橙子就读同一所女校的同学呢。橙子天生丽质，长相漂亮，在西原同一期的学生中十分的受欢迎，但性格有些孤僻，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西园当时便是程子的爱慕者之一。可惜啊，两人虽说有交集，但西园却迟迟不敢表达爱意，最终这一份暗恋的情愫就被深深地埋在了回忆当中。当初的悸动对象竟然被一个从前毫无交集的人给点破，西园十分的讶异，远在三重县的田中怎么会认识程子呢？田中迫不及待地解释了起来，原来他今天心血来潮收拾屋子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样物品，于是他终于恍然大悟，明白了事情真相。说着，田中打开抽屉，拿出了一把外表精致的随身小镜子，又取出了藏在镜片后的一张照片，满含深意地递到了西园眼前。西园顿时大吃一惊啊，因为那正是自己上高中时的照片呢。田中哀伤地告诉西园，程子是他的姐姐，而这个镜子正是程子的遗物。西园闻言更加不敢置信了，自己年少时爱慕的对象竟然如此年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根据田中解释，他姐姐程子因为家庭原因，自小就被送去了东京给别人当养女，并在当地上了女校。可后来养父养母家遭逢变故，导致程子不得不回到老家。后来没过多久，程子便因病在家中郁郁而终了。当时程子留下了一些遗物，都被弟弟田中珍惜地保存着。其中这面小镜子，田中在思念姐姐时经常拿出来把玩，却无意中发现了藏在镜片后的照片。之后的日子里，田中偶尔就会抽出照片观瞧，所以说西园是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他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正因为如此，当初在树林里偶遇时，田中才会误以为见过西园本人。这一切真是太过巧合了。可程子的镜子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呢？这还用想吗？肯定是姐姐她对你爱慕已久，才会把你的照片珍藏起来。难道你们没有交往过？没有。怪不得。姐姐回到老家后，其实有不少人上门提亲，但都被她强硬的拒绝了。而且当时她的状态看起来很不好，似乎得了抑郁症。哎，原来如此啊。田中又指了指镜子内衬，在绸布上绣了2个英文字母，之前还猜不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今终于明白了，这不就是西园和程子的英文首字母吗？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西园有些哑口无言了，尽管已经过了容易悸动的年纪，但是乍然听闻当初自己暗恋的对象竟然也反向喜欢着自己，而两人之间不仅当时错过，如今更是生死两别。他的心中苦涩、欣喜、后悔等等情绪一股脑涌了上来，悲喜交加之下，眼眶竟都有些湿润了。后来田中与西园就沉浸在遥远的过去，几乎聊了一整天。离开时，西园又向田中讨要了这面小镜子，也算是对自己青春时失之交臂之人的纪念吧。一日晚间，西园躺在榻上，下意识掏出了小镜子端详，没想到身旁的妻子蔡奈竟然还未睡去。看到了丈夫手中的镜子，她惊呼了一声，竟一把将其夺了过来。这镜子你从哪里找到的？我的衣柜里吗？我还以为早就丢了呢。这番话把西园搞得是一头雾水呀。仔细询问下，妻子告诉他，这镜子是他当初上学时的随身之物。那会儿他还没有和西园交往，却芳心暗许，于是就把2个人名字的英文首字母绣在了镜子内衬上。 X 是西园的西， C 是蔡奈的蔡。这就奇了怪了，既然是妻子蔡奈的随身镜，那怎么会出现在程子手中呢？为了得知真相，西园只好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坦白了。妻子听完之后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当初我和程子不是就读同一所女子学校吗？在休学旅行时，我把这面随身镜放在了钱包里，结果在旅馆中丢了。你在南校肯定不了解，当时我们同年级的都知道程子手脚不干净，所以比较孤立他。看来
当初就是他偷走了我的钱包和这面镜子。西元听完，就如同是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哑口无言了。没想到啊，自以为对他一往情深的程子，其实对他压根儿毫无意思。不仅如此，甚至还是个小贼。这事儿还是不要告诉田中了，免得破坏姐姐在他心中的美好形象。好了，各位看官，这个略有些荒唐，好似笑话般的故事便到此结束了。掌柜手绘不易，如果喜欢，请3连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